各位老朋友，咱们今天不聊锻炼，也不聊补品，就掏心窝，说说咱们存在银行里的那笔养老金、保命钱。这钱啊，是咱们从年轻时候一分一毛，从牙缝里省，指头缝里抠，攒了一辈子的汗水和指望，图啥？不就图老了能自己做主，吃口顺心的，穿件暖和的，尽量不拖累儿女，安安稳稳把日子过体面吗？所以这笔钱怎么放，怎么能既稳当又帮衬生活，真是天大的事。可我发现很多老朋友把这笔钱想简单了，总觉得钱存进银行，拿了存折或卡，设好密码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每月看到点利息，虽不多，也觉着是个天头。但今天我得提醒大家，您有没有想过，您这辛苦攒下的养老金，要是只放在随手取用的活期卡里，它可能没再长个儿，反而正悄悄瘦下去。您别急，我不是说银行有问题，是说咱们的存钱方法可能让咱们自己的血汗钱受了委屈，让它没把劲儿使出来，这不就跟白给银行用差不多吗？咱们不说复杂扯，就讲老百姓能懂的理，这里头其实藏着3件容易吃亏的事。头一件叫做钱不值钱了，这个词您肯定听过，就是通胀。咱们都活了大几十年，最感受深了。您回想一下，30年前100块钱能办多少事，能买多少斤肉，多少袋面。现在呢，您揣着100块钱去趟菜市场，还能买点啥？是不是感觉还没怎么挑呢，钱就花没了？咱们的钱啊，就像会游泳，但是物价涨得比它游得快。您把钱放在活期账户里，那点利息少得可怜，根本追不上东西涨价的速度。结果就是您卡里的数字，今年看是1万，明年看还是1万，但这1万块钱能买回来的米面油可能就少了。您说这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虽然没丢，但能耐用变小了吗？这是一种静悄悄的损失，不想不动，但最啃骨头。第二件叫做错过了别的机会，这话文绉绉的，说白了呢，就是您把钱放在一个只能赚一丁点利息的地方，就等于放弃了让它去别的更安全，也能多赚一点点利息的地方的机会。银行是干什么的？它就是靠着把咱们千千万万储户存进来的钱聚在一起，然后贷款给需要钱的企业、工厂，或者去做一些投资。它赚的是中间的差价，那可是大钱，而分给咱们这些存钱的老百姓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就像大河里的水，咱们只留了一瓢，咱们是不是相当于用自己的本钱在帮银行赚大钱，自己只拿了一点点辛苦费呢？这个道理咱们得明白。第3件就更具体更琐碎了，很多老人家怕麻烦，钱就放在一张常用的活期卡里，觉得方便，方便是方便，可您有没有仔细看过您的银行流水？一些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提醒费，虽然现在很多卡减免了，但如果您卡多，或者银行政策哪天悄悄一变，这里扣3块，那里扣5块，钱就在您根本没留意的时候，一点点变少了。这就像咱家以前用的水缸，有个小小的沙眼，水一点点往外渗，1天2天看不出来，时间一长，缸里的水就下去1节，您不特意去检查，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零零碎碎扣掉的钱，不也是咱们自己的吗？所以啊，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送钱，不是说银行明着拿，而是说咱们用了一个最省事，但也最懒的办法，让咱们最有分量的养老钱，在时间里头睡着了。它非但没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长点力气，反而在偷偷的打瞌睡缩水。这就像咱们老家有块好地，土壤挺肥的，但咱们就是不去种它，也不打理，就让它荒着长野草。您说可惜不可惜？太可惜了。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咱们这点养老的保命钱不仅像放在保险箱里一样安全，还能让它稍微活络起来，像家里养的老母鸡一样，隔3差5能给咱们下个蛋，补贴家用呢？甚至啊，按照咱们老一辈传下来的那种过日子的智慧，让存钱这个事不仅能利己，还能给家里增添点好彩头、好福气呢。您还别说，真有，这就是今天志玲我想跟各位老伙计、老姐妹好好分享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啊，有的是明白人指点的现代理财常识，有的呢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藏着的生财之道。我把它们揉在一起，叫做让养老金自己会喘气、会生长的老来福智慧。咱们不贪心，不图什么一夜暴富，就求个稳稳当当，跑赢那个钱变毛的速度。
细水长流，让咱们存钱存的心里亮堂，花钱花的心里舒坦，还能给儿孙后辈攒下点福气。接下来我就一点一点掰开揉碎了说给您听。这第一个法子特别重要，我管它叫分都装钱，各管各的营生。咱们老一辈人啊，过去拿现金工资的时候，都有个好习惯，把要买米的钱装一个信封，要扯布的钱用手绢包好，要随份子的钱另放一处。这个习惯啊，充满了智慧，看得见，摸得着，心里有数。现在钱都变成银行卡里的一串数字了，但这个分开管理，各有用途的心眼，咱们可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得给它升级，用在现代银行存钱上。您可千万别把所有的养老金一股脑的全塞在一张活期储蓄卡里，然后就不管了，让它那么躺着。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至少啊得把这笔钱分成3份，放在3个不同的筐子里，每个筐子管一摊事。这第一份钱叫做活水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眼下随时可能要用的钱，比如每个月买菜买药、交水电煤气费的钱，还有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需要应急的备用钱。这部分钱啊，不用准备太多，够咱们3个月到半年平常的开销就足够了。它图的就是一个方便。这笔钱可以放在您最常用、最熟悉的那张银行卡的活期账户里，但是啊，现在有比银行活期利息高不少，也一样方便的地方，比如支付宝里的余额宝、微信里的零钱通，您可以把这笔活水钱放一些在那里头，用的时候随时能转到银行卡或者直接花，但平时呢，它还能产生比活期高好几倍的收益。这笔钱就相当于您过去揣在口袋里的现金，随用随取，心里不慌。第2份钱那是重头戏，叫做定心钱，这就是咱们养老金里最核心、最压舱底的那部分，是近几年内估计用不上，但要求必须绝对安全、稳稳当当，不能有半点闪失的钱。这笔钱我强烈建议您去银行把它存成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和银行约好一个期限，1年、2年、3年或者5年，在这期间钱不取出来，到期了银行给咱们约定的利息。您别看这利息好像也不起眼，但比起活期来，那可真是高多了。而且啊，定期存款是受国家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50万以内，哪怕银行有天大的问题，都保证赔给您，安全等级是最高的。您存的时候可以动动脑筋，别把所有钱都存一个期限，比如拿5万块钱，1万存个1年期的，2万存个2年期的，2万存个3年期的。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每过1-2年就有一笔钱到期，连本带息取出来。您要是用不着，可以再连同利息一起存个更长的期限，这就是利滚利，雪球就能慢慢滚起来。这笔定心钱就像给咱们的财富盖了一座结实暖和的小砖房，让它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在里面安安稳稳的睡觉长肉。第3份钱呢，是个可选项。如果您的养老金确实比较充裕，除了生活开销和压箱底的钱之外，还有富余，那可以考虑一点点望远钱。这部分钱的目的是追求比定期存款利息再高那么一点点的安全收益，比如国家发行的国债，那就是以国家信用做担保的，比银行存款还安全，利息通常也比同期定期高一点。再比如一些大型国有银行自己发行的风险等级标注为低风险或者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注意啊，一定是低风险的，而且一定要看说明书，或者让银行工作人员白纸黑字写清楚。这部分钱比例千万不能高，就用您闲置资金的一小部分去试一试，就像在自家院墙边角种上2棵果树，不指望它当饭吃，就盼着将来能结几个果子，给生活添点甜味。这里志玲我要敲着黑板格外提醒各位老朋友，凡是电话里、短信里或者有人上门跟您说有比银行利息高很多、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投资，您立马就要拉起最高的警惕，那 99.9% 都是冲着咱们养老钱来的陷阱。咱们的钱安全的安全的还是安全的我再说3遍，您一定要记在心里。您看这么一划分，是不是思路一下子就清爽了？活水钱管着眼前的油盐酱醋，灵活方便；定心钱守着咱们的家底，安全稳当，还能生点小利。望远钱呢，用一点点闲钱去碰碰运气，搏个稍好点的彩头。钱分清楚了，各司其职，
咱们心里那本账也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再是一团乱麻，摸不着头绪了。说到这啊，志玲，我想跟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说几句心里话。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养老金怎么存，是不是特别实在？这事关咱们晚年每一天的日子能不能过得从容，能不能过得有尊严，可真不敢马虎。如果您觉得我刚才讲的这个分兜装钱的法子对您理清思路、管好家财有点帮助，哪怕只是一点点启发，那我就厚着脸皮，请您帮我这个视频点个赞，就当是给我这个老伙计一点鼓励，让我知道我的话没白说。也更真心实意的欢迎您订阅咱们这个健康之道频道，这里不光是聊身体怎么健康，也聊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得健康，心里怎么过得健康。以后我再有什么关于平安过日子、踏实理家财的实在经验，才能像老邻居串门一样，顺顺当当的跟您说道。好了，咱们把钱的实在安排说清楚了，接下来咱们聊点更有意思的，也是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给咱们的存钱这件事加点好彩头，存点好福气。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层面，存钱啊，也要存出点好风水来。您先别笑，我说的这个风水不是让您去摆什么正事，搞什么玄虚，而是指一些能让咱们自己心里更踏实、更安定，行为上更吉利、更有盼头的习惯和选择。这心里头亮堂了，稳当了，做事就顺，福气自然容易来。这第一点。咱们说说去银行办大事的时机。老话讲，择日不如撞日，那是说平常小事。可像咱们去存一大笔定期，或者买国债这种关系到家庭财库的大事，挑个好日子去办，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咱们可以翻翻家里的老黄历，或者现在手机上也有电子黄历，选一个上头写着宜交易、宜纳财、开市的好日子去银行。您可别觉得这是迷信，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暗示。您想啊，您揣着辛苦攒下的钱，在一个黄历上都写着今日大吉、利财运的日子，走进银行大门，恭恭敬敬地把钱递进去，办好手续，您心里头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稳当、特别有底气、特别有希望，觉得这笔钱从存进去的那一刻起就带着好兆头？这份欢喜、这份期盼本身就是最宝贵的福气开头。反过来，要是那天黄历上写着诸事不宜，您心里可能就会有点疙瘩，哪怕办了事，也觉得有点别扭。所以啊，选个自己心里觉得亮堂、吉利的日子去办，钱存的欢喜，人也舒畅，这比什么都强。第二点，咱们可以留心一下手里银行卡的颜色，这里面也有咱们传统文化里的讲究。在老的五行色彩说法里，金色、黄色那是代表财富、尊贵，像金子一样。绿色呢，代表生长、生机，像春天的树木，勃勃向上。红色代表喜庆、兴旺、红火。咱们去办卡，或者决定用哪张卡作为咱们主要的养老金账户时，可以稍微留点心，有意识的去选择这些颜色的卡片。比如，很多银行给 VIP 客户的理财卡、金卡就是金色的，很多普通的储蓄卡是绿色的。您就可以把您最重要的那张存定心钱的卡换成金色的，或者就用绿色的储蓄卡专门来存这笔钱。每次看到这张金色的卡，就像看到一块沉甸甸的金砖压在箱底，看到绿色的卡，就像看到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预示着收获，心里头那个稳当感、那个生机感就出来了。而那种黑色的卡，虽然看着时髦高级，但从传统寓意上讲，颜色偏深，咱们用来放养老的保命钱，从心理感受上未必是最温暖、最亮堂的选择。这同样是在给自己做积极的心理建设，让咱们对自己的财富有一种视觉上的亲近感和呵护心。第三点是关于咱们家里头存折、银行卡住的地方，家里的钱财物件得有一个干净、整齐、安稳的家。您最好专门准备一个盒子或者抽屉，不用多豪华，结实就行，用来存放您所有的银行存折、银行卡、重要的保单、合同这些财务凭据。这个盒子放哪呢？最好放在您卧室里，一个属于您自己的安静的角落，比如衣柜的里层，或者书桌带锁的抽屉里。放的时候把它们整理好，方向摆一致，整整齐齐的。这个地方的关键是要长、要稳，不要漏，不要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或者谁都能打开的公共柜子里。这就是老话说的财不露白，既是安全的需要，也是一种传统的治家智慧。一个整洁、
安稳、有序的财务角落，它代表着您对自家的财富管理是上心的，是井井有条的，心里有条理。这家宅的气场，咱们说通俗点，就是家里的气氛和运道也会跟着顺当起来。第4点，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心法，那就是咱们对待钱的态度。很多老朋友啊，年纪大了，一提到钱就害怕，怕贬值，怕被骗，怕儿女有想法，整天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这种心态，我把它叫做聚财。一害怕就容易慌，一慌，要么就死死捂着一点不敢动，要么就容易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反而上了当。咱们要慢慢把聚财变成进财。什么是进呢？就是尊重它，知道这每一分钱都是咱们年轻时出力流汗换来的，来之不易，就是感谢它，感谢这笔钱在未来能给咱们的晚年生活兜底，带来平安，就是妥善的规划它，让它待在合适的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去查查账，看看定期到期了没有，利息有多少，心里带着一份安稳和一份淡淡的喜悦。就像一位老农定期去看看自己田里的庄稼长势，这份从容不迫、感恩知足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而安宁的福气，它能让人头脑清醒，避免因为焦虑和恐惧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您看，我把方法给您分成了2大块，一块是分都庄钱的现代理财法，这是咱们在现代社会里让钱保值的生存智慧；另一块是好风好水的存钱习惯，这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追求安心、吉利的心灵建设。这2块结合在一起，您的养老金管理就从最简单、最被动的存放，变成了用心的养护和经营。这么养着的钱，好处是实实在在能看见的。一是安全，大部分钱都在受国家保护的定期存款里，风险分散了，底子牢靠。二是能增值，利息收入比放在活期里强太多了，能实实在在的抵消一部分物价上涨带来的损失，钱更尽花。三是心里安心，您对每一笔钱将来干什么用，什么时候用都门儿清，晚上睡觉都睡得香，不会胡思乱想，事事感觉吉利。您通过选日子、挑颜色、规制好存放地，给了自己一连串积极的暗示，做事顺心顺手，家庭氛围自然也更和睦。这难道不正是咱们老百姓最盼着的钱生钱、福生福的好光景吗？最后啊，志玲我再跟各位老朋友唠叨几句大实话，也是咱们老人家理财绝对不能忘的3条铁规矩。第1条，安全，永远比多拿那点利息重要1万倍。天上不会掉馅饼，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又安全、利息又超高的好事。凡是打电话、发短信，或者有陌生人跟您套近乎，承诺远高于银行的利息，说什么保本高收益的，100%是骗局。您千万记住，扭头就走，电话直接挂掉，别犹豫，别好奇。第2条，遇到自己拿不准的大事，多和信得过的子女商量商量，咱们毕竟年纪大了，对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复杂的合同条款，可能一时弄不明白。如果遇到有人催着您签字，催着您转钱，或者推荐您买什么说不清楚的产品，一定先停下来，打个电话给儿女，或者找自己家族里那个最有见识、最信得过的晚辈或平辈，问一问，聊一聊，多一个人帮您参谋，就多一份安全，少一份风险，这不丢人，这是智慧。第3条，存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千万别抠搜。咱们攒钱、规划钱，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晚年更幸福、更自在，不是为了当守财奴。在确保了基本生活安全和医疗预备之后，该吃的好一点就去吃，该玩的地方、想见的老朋友，条件允许就去见见，孙辈们回来，该给买点小礼物就高兴的买，钱流动起来，花在让您开心、让家庭和睦的地方，这花出去的钱就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幸福和温暖，这才是钱最大的价值、最真的福气。各位老朋友，管理好咱们的养老金，就是在管理咱们晚年的尊严，管理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希望今天志玲我跟大家聊的这些家常话，实在里能像一把小小的钥匙，帮您打开一扇新的门，让您对自个的养老钱能安置得更稳妥、更活泛，让它真真正正成为您晚年生活的安稳基石和福气源头。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对您自己或者对您身边的老哥、老姐、亲戚朋友有那么一点帮助，那就请您高抬贵手，
帮我这个视频点个赞，也请您顺手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和咱们一样操劳了一辈子的老朋友都能看到，都能受益。我也诚心诚意的邀请您订阅咱们的健康之道频道，咱们这里没有虚的，就是聊聊怎么把身体养好，把日子过好，把心里理顺的那些家长里儿和人生经验。感谢您耐心听我唠嗑，我是志玲，在这里我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老朋友，每一位老姐妹都能钱包鼓鼓的，心里踏踏实实的，福气满满当当的，安安康康，乐乐呵呵的享受咱们的好晚年。咱们下期再见。